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一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，人过中年，女人最上乘的福相，不是丰满漂亮，而是这2个字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对女人而言，岁月流转间，青春悄然逝去，但这并非全然无所得。随着年岁的增长，走过的路更长了，经历的事更多了，人也愈发成熟。这份成熟赋予了我们面对生活时抛却幻想的勇气，拥抱现实的从容。步入中年的女人，开始领悟幸福的真谛，学会为自己的人生价值精确定位。成熟的女人不再被悲观情绪所困，她们懂得了顺其自然的智慧，更加重视心态的调整与塑造。然而，有许多女人在中年之际，在家庭与事业的天平上徘徊，最终却迷失了自我。女人真正的衰老，并非容颜的凋零，而是心灵的麻木与消沉。有的女人虽年华已逝，却风采依旧，眼中有光，告别青春的青涩与懵懂。中年女人踏上了新的征程，书写著属于自己的精彩。此时有智慧的女人渐渐修炼出了最上乘的福相，不是丰满漂亮，而是这2个字：静。净身。秀琼在42岁的时候升任为部门经理，这与她超强的业务能力十分匹配。由于大家的高度认可，秀琼也卯足了干劲，想要做出一番事业。然而随着职位的提升，她也逐渐感受到了人性的复杂与多面。原本对她充满敬意的同事们开始以各种理由接近她，试图从她的职位中谋取私利，有的询问是否有工程专案可参与，有的则大打感情牌，希望能在后勤采购上得到关照。这些形形色色的请求，无一不透露着对利益的渴望。令秀琼尤为痛心的是，连她多年的好友明娟也加入了这一行列。明娟一改往日的温柔与体贴，直接向她提出了合作的请求。原来明娟的丈夫没有稳定工作，只靠经营一家办公用品店为生。明娟希望秀琼能利用职权之便，指定他们的店铺为办公用品的供应商。在明娟看来，这只是举手之劳，对秀琼来说不过是顺水推舟之事。面对明娟的请求，秀琼内心充满了矛盾与挣扎。她深知一旦答应了明娟，就意味着要面对更多的类似请求。然而她又不忍心拒绝这位多年的好友。最终在情面与原则的纠结中，秀琼还是选择了妥协，让后勤部门与明娟丈夫的店铺进行了合作。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秀琼的意料。明娟丈夫仗助与秀琼的关系，不仅提高了商品价格，还降低了商品品质。这一行为很快引起了同事们的不满和议论。秀琼在得知这一情况后，果断决定终止与明娟丈夫的合作。对于秀琼的决定，明娟非但没有反思自己的过错，反而指责秀琼假仁慈，多年的友情因此破裂。但秀琼却不再感到愧疚，真正的朋友应该是彼此守望、相互提醒的伙伴，而不是在利益面前暴露本性、不择手段的人。女人到了中年，不必勉强自己与不合适的人交往，亦不必硬挤入不属于自己的圈子。人生路上，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其中不乏品德不端的人。中年女人想要追求幸福，就要杜绝与这类人过度亲近，否则一不小心便会误入歧途，耗损了多年累积的福祉。净身之道，即在于清理周遭的隐患，将那些纷扰与杂乱拒之门外，守护内心的宁静与纯净。静。在经济压力加大的背景下，极简主义悄然成为一股潮流。有句俗语讲，家越前进越有福气。对于多数步入中年的群体而言，除了职场拼搏，
家是他们最长时间的避风港，营造一个温馨、宁静且整洁的居家环境，无疑是对心灵与身体的一次深度抚慰。朋友杨月在年轻时是出了名的爱前进，即便住集体宿舍，她也能让那里变得纤尘不染。后来她找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，共同构建了一个温馨的小家。当新婚的他们分配到自己的房子时，这对夫妇每天都致力于维护这个小窝的整洁与温馨，生活也因此愈发红火。然而，儿子的诞生为这个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，亲朋好友们因新生命的到来而络绎不绝，家中因此堆满了鞋子，几乎让人无立足之地。初为人父母的杨月夫妇，在喜悦与手忙脚乱中，家中的秩序逐渐失控，儿子的玩具和衣物散落各处，让这个本就不大的空间显得更加拥挤不堪，令人感到压抑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丈夫选择躲进书房，而杨月则在照顾孩子的巨大压力下，情绪变得极不稳定，家中的争吵与抱怨声此起彼伏，曾经的和谐氛围荡然无存。杨月发现自己被满屋的杂乱所困，无法静下心来工作或享受生活，整个家庭仿佛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。这段经历让杨月深刻体会到，当房间变得杂乱无章时，人的心情也会随之变得浮躁不安。道德经有言，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。凌乱无序的东西会让我们焦虑不安，心绪不宁。杂乱无章的房间也同样会让屋内气场紊乱，矛盾丛生。邋遢的环境产生的是负能量，会让人焦躁不安，生出懒惰。而明净的家围绕的是向上场，让人身心愉悦，从而诸事顺遂。当亲手整理家务，将那些无用之物一一舍弃时，仿佛心灵深处的尘埃与重负也随之而去，内心重归清澈与宁静。学会节制自己的消费欲望，避免冲动购买那些非必需品，让家中没有杂物堆砌，才能保持宁静与和谐。3. 静言。祸从口出是千古不变的真理，女人话太多并不是一件讨喜的事情。看过一个故事，有个人对佛说，看你坐在佛堂上挺容易嘛，让我做一次佛如何？佛慈悲地回应，我可以让你体验3日，但切记这3日里你不可说话。那人自信满满地回答，这有何难？首日，一富翁前来参拜，不慎遗落钱包，他默不作声。次日，一乞丐拾得钱包而去，他依旧缄默。第3日，渔夫临行前祈求佛祖保佑平安。恰此时，富翁误认渔夫为窃贼，欲行暴怒之举，他终于按捺不住，愤然指责富翁，你眼盲心瞎吗？钱包是乞丐拿走的，你应找他算账。言罢，3日体验结束，他恢复凡身，自诩称职地询问佛的评判。佛轻叹，我告诫你勿言。你可知富翁夺回乞丐钱包后，乞丐一家因饥饿而亡，而那富翁更是压榨穷人。再者，昨日海上风暴肆虐，渔夫本因纠纷免遭出海之祸，却因你之言而被迫出海，最终船毁人亡。此言一出，他惊愕失色。世人常以上帝自居，自以为是，切记无论能力多强，勿当好为人师。即便心怀善意，言之有理，亦应点到即止，让他人自行领悟。世间万物皆有因果，各成其果，每个人都需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过度干涉他人，只会招致厌烦与怨恨。女人大多感性大于理性，看破不说破，是女人一生的修行。遇到事情别急住说，慢慢来才能处理得好。聪明的女人知道多用心听，而不是什么都说。年纪大一点的女人在公司爱聊八卦，在家爱说老公和孩子的不是，在邻居间爱讲家里长短。
虽然当时说得挺开心，但大家都不太喜欢这样的女人。少说话，多做事，不管在什么场合都要注意说话的分寸，才是有智慧的女人。她们能控制好自己的嘴，不乱说话，也不说错话。4. 静心。在这个充满浮躁气息的社会中，人们似乎总免不了攀比之心，而在这之中，静心成了一种难能可贵的能力。它要求我们学会去繁就简，这是内心修炼的重要成果。古人云：喜则气缓。无疑，一个性情恬静、安然自若的女人，相较于那些终日躁动不安的女子，会收获更多的福气。上海永安百货的四小姐郭婉莹是名副其实的金枝玉叶，前半生顺风顺水，但后半程却命途多舛，起伏不定。先是婚后丈夫出轨病逝，后又被没收家产，最后还被下放农村修路、挖鱼塘、洗厕所。可即便如此，她也没怨天怨地，而是宠辱不惊，处之泰然。冬天屋顶破了，醒来时脸上结了一层霜，她却想着晴天时阳光会从坡洞里照进来，好美。家里没有烤箱茶具，她就用铁丝烤出香脆可口的吐司，用搪瓷缸子品尝着自制的下午茶。刷马桶时，她也要穿住优雅的旗袍，笑着勉励自己，这些劳动有利于我保持身材。无论什么时候，她都心怀静气，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安定。也正因如此，她顺利度过了许多难关，活到了90岁高龄。佛家有言：烦恼本无根，不减自然无；困惑本无缘，不究自轻松。生活终究是属于我们自己的，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，便是一种难得的福气。它能让我们内心充满丰盈，以更加美好的眼光去审视周遭的世界。生活就像一壶茶，唯有心静如水的女人，方能细细品味它的神韵。她们的人生因此更加有滋有味，同时，她们也用自己的温暖与感动，照亮了周围人的心。2. 藏。1. 藏起依赖，清醒自爱。安东尼在《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》一书中说，我谈过最长的恋爱，就是自恋。我爱自己，没有情敌，不懂自爱，一味依赖，是中年女人追求幸福生活的大忌。因为依赖会让女人越来越脆弱，越来越平庸，越来越不堪。所以，女人到中年，藏起依赖，不把幸福的希望寄托于外界，懂得自爱才是最大的清醒。小颖是一家口才培训机构的校长，如今的她不仅在职场上独当一面，家庭也经营得温馨和谐。尽管她的孩子是领养的，但这反而让她更加感激这份特别的缘分。回望过去，小颖曾是一位深陷抑郁泥潭的重病患者。婚后多年，她未能如愿拥有自己的孩子，这让她在婆婆面前承受了巨大的压力，关系也日益紧张。尽管她的前夫始终给予她最大的支持与理解，但这份无法弥补的遗憾始终像一块巨石，压得她喘不过气来。她四处奔波，寻医问药，却始终未能迎来期盼中的好消息。那时的她内心充满了恐惧与不安，她害怕失去婚姻，害怕自己无法成为一个完整的女人。随着家族事业的蓬勃发展，丈夫的忙碌让她更加感到孤独与无助。她开始变得多疑，频繁地追问丈夫的行踪，甚至偷偷查看他的手机，严重时甚至跟踪他。这些行为不仅让她自己疲惫不堪，也让丈夫对她越来越疏远。然而，命运并未打算轻易放过小颖。在她年近不惑之时，宫颈癌的诊断如同晴天霹雳般击碎了她所有的幻想。经过一场艰苦的手术，她被告知再也无法生育。这一消息不仅让她的身体遭受了重创，更让她的心灵陷入了绝望的深渊。面对夫家的冷漠与抛弃，她曾经深爱的丈夫也离她而去。
作家白落梅说，生活这把利剑每天将我们割伤，削去丰盈的肉，留下清瘦的骨。这把利剑也彻底斩断了小颖的执念，令她在苦痛中生出莫大的勇气来。她积极配合医生治疗，同时又重新站上了口才培训的讲台。小颖明白，只有经济、精神双独立，她才能修复好爱自己的能力。虽已人到中年，重新焕发生机的小颖又收获了爱情。她说，虽然为情所伤，但我依然相信爱情，只是我不会再把它当成救命稻草，傻到完全依赖它。因为小颖比谁都清楚，女人幸福的根源并非来自他人，对自我生命的悦纳才是幸福的第一要素。坦然面对生命的不完美，心平气和地接纳当下的一切，是一个渴望幸福的女人不可或缺的基本认知。杨绛先生说，终不是那八面玲珑的女子，讨不了那四海八荒的喜，只落得为一炉寂静的烟火。与独处相安，与万事言和，不执拗，不拧巴。与独处相安，与自己言和的女人才是智慧的女人，因为她们最懂得把幸福的内核牢牢长在心里，悦纳自我，笃定自洽。2. 藏起颓唐，唤醒热爱。冯梦龙在《醒世恒言》里说，美人在骨不在皮，年龄不该成为女人放下成长自我颓唐的理由。中年女人真正的幸福不在拥有多少物质，而在于能否持续自我进阶，放弃成长，让精神无所依托，才是女人真正衰老的开始。小雪大学毕业后，嫁给了大自己15岁的老公。婚后5年，她生了女儿。为了给予女儿更多的陪伴与照顾，小雪放弃了个人事业的追求，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家庭生活中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她逐渐意识到，这样的选择并未如预期般为家庭带来和谐与幸福，反而因她与丈夫在职业道路上的渐行渐远，导致了两人共同话题越来越少。在一次与丈夫共同出游时，小雪想吃一份简单的小笼包，却因丈夫的不耐烦而无奈放弃。那一刻，她清晰地感受到了丈夫眼中的轻视，这如同一把锋利的刀刃，轻轻划过她的心，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。更令小雪深受打击的是一次大学同学聚会，在那金碧辉煌、热闹非凡的酒店大厅里，昔日的同窗好友们各自在各自的领域里熠熠生辉，他们畅所欲言，分享着彼此的成功与喜悦，而小雪却像置身于这一切之外。她感到自己与同学们之间已经产生了无法逾越的鸿沟，那种被边缘化、被忽视的感觉，让她的自尊心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。在接近不惑之年的关键时刻，小雪终于决定重拾起自己对文学的热爱与追求。她拿起笔杆，用文字作为武器，是要找回自己失落的骄傲与尊严。经过5年的不懈努力与坚持，小雪的作品终于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。她的小说在网络上广受好评，收获了一大批忠实的粉丝。如今的小雪重新找回了自我价值与自信光芒。作家李小艺说，那些逆袭的人，惊艳我们的不是成功，而是向上的姿态。一份热爱，一份事业，永远都是让女人昂起头来完成自我建设，散发人生魅力的主战场。中年女人更应在自己的热爱中绚烂绽放，以一颗赤子之心铸就精神的脊梁，展现出令人钦佩的骄傲姿态，成为一位风韵犹存的中年美少女。3. 藏起挂碍，轻盈前行。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一书中写道，我发现人原来是可以活得很轻的，这甚至只是一念之间的选择，从渴望控制和占有变成选择不占据，不被缠绕，那一瞬间就是把自己还给了自己。女人到中年，肩负着上有老下有小的责任，心无挂碍并不现实，但牵挂太多会反受其苦。
在过去的6个月里，同事的女儿小凡2次将同事从她的社交平台上遮罩了。这一行为背后的原因是，母女2人在时间管理观念上存在显著的差异，频繁地引发争执。小凡主张学习与放松应相辅相成，不应让学业成为生活的全部压力。然而，作为母亲的她，深知医学研究生考试竞争激烈，便希望女儿能充分利用每一刻去学习。这种过度关心与期望让小凡感到束缚与不满，最终选择了遮罩母亲作为回应。母女间的关系因此时好时坏，矛盾不断升级。尽管母亲望女成凤的心情可以理解，但她也应该意识到，人生中的许多经验与教训是需要孩子亲自去经历和体会的。有些弯路，即使知道前方有坑，也需要他们自己去踩一踩，只有这样，他们才能逐渐提炼出属于自己的生活智慧和人生经验。过度干涉往往不仅无益，反而会带来反效果。中年女人的心中，除了子女、伴侣与双方长辈，日常的饮食起居亦占据了他们大量的心力。学会不过度牵挂他人，将自我归还于自我，这是中年女人实现自在生活的关键。挂碍的根源在于难以释怀、不愿放手，以及过度的控制欲。中年女人是选择继续被琐事束缚，还是轻盈地迈向未来？这本身便是一种抉择。广告传奇人物林桂枝曾说，无论牵挂与否，孩子终究会长大，不要总按照自己想象的样子去干预、去纠缠。个人自有个人的命运，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角色加太多戏，做好自己就够了。做好自己，不挂碍，就是解开束缚，各自安好。女人到中年，不要让碎事分散太多精力，放下挂碍，做回自己，志心一处，成就自己，才能轻盈前行。人生实为坦然拥抱生命不完美的历程，我们应以平和之心接纳眼前的一切，围炉而坐，享受静谧的烟火时光，学会不固执、不纠结，这才是女人真正的成长。生活是不是很无趣？答案显然是否。或许日复一日的规律生活会令人感到单调，但正是在这些平凡之中，我们应当寻觅那些微小而确实的幸福，以此丰盈我们的每一天。步入中年的女人，应如花儿般在热爱中绽放，正如树木因根深而叶茂，我们亦需沉淀自我，终止无谓的内耗。因为除了生死，世间并无大事值得我们过分忧虑。中年的我们，唯有先让自己快乐，方能以积极的情绪感染周围的人，如此幸福自然会悄然降临，如约而至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